就在2019各家旗舰机即将推出之际，三星无预警的亮出刘海、水滴之外的解决方案，三星称之为 Infinity O Display。作为首款的 O 极限全萤幕手机，不禁也让邦尼有更多想象。那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吧。在外观设计上，三星算是品牌 ID 非常成熟、辨识度也很高的厂商。Samsung Galaxy A8s 跟最近的 A 系列家族一样，都用上了玻璃机身，并且也采用渐变色彩。不过比较特别的是，在渐层的组合上，选择了由中间向外渐渐变深的方向。到机身边缘时，再巧妙搭配着曲面玻璃的物理弧度，收进机身边框，透过色彩串起整体机身，一体性还是相当强烈。透过不同角度的光影折射，从背面到边框都能够有不同的流光在机身上呈现。在设计上，以中高阶机种来说，相当有特色。机身配置部分 ，Galaxy A8s 顶部拥有麦克风、2条收发天线，右侧由上到下一样是配置音量调整键以及电源按钮，左侧一样保留了 Bixby 启动按钮以及双卡双4G 的 SIM 卡卡槽，而在两侧按钮的回馈力道还是相当明确。底部则是配置收发天线、麦克风、Type-C 接孔以及单喇叭。整体来说 ，Galaxy A8s 在外观设计上还是有许多巧思。除了保留以往旗舰限定的玻璃背盖，在成色上搭配着光影变化，确实相当特别。影音娱乐部分 ，Samsung Galaxy A8s 这次搭载了6.4寸、19.5:9 Full HD Plus 的 O 极限全萤幕，萤幕技术上则是采用 PLS TFT LCD。老实说，全面屏无边框的震撼，即使过了这么久，拿起 A8s 时的冲击还是相当大。不过，作为三星首款的萤幕开孔显示器，确实存在着许多尝试跟试水温的意味。即使如此，第一眼看到时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特别感。当然，我们更关心的是开了孔的全面屏，在环境上是否已经准备好了。实际上手后才发现，三星针对萤幕上开孔所做的优化已经相当成熟。例如状态列的 UI 设计，配合着左边的圆孔对其中线摆放，不论是通知 icon 或是右侧的状态资讯，都稍微拉回来一些，在显示上更有一种无边际的感觉。打开一般的 APP， 镜头其实不会盖到内容，在操作上不会有任何问题。而为了尽可能的放大显示区域，状态列则是贴齐前镜头边缘。如果以整体视觉来说，将下方导览列切换成全萤幕手势，视觉冲击会再更放大一些。而游戏玩家最关心的游戏操作，我们实际测试了多款主流游戏，因为在边缘的小黑点不会影响到游戏操作，所以都可以完美支援全萤幕游戏。但也因为如此，画面上的按钮就可能刚好被阻挡到一些。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透过邦尼团队的测试可以看到，即使是镜头遮挡的部分，依旧可以触控。画面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触摸的线条，所以即使被遮住，一样可以正常操作。如果跟刘海相比，全萤幕加上开孔位置，基本上是不太会看到的边缘，确实能有更好的视觉体验。不过在观看影片时，16:9的影片当然没问题。如果想要放大满版播放 ，YouTube 会将放大范围限制在状态列以右，边缘也会自动变成弧形，尽可能保留最多的画面，小细节也有注意。不过如果这样你还不过瘾，可以到设定中找到显示全萤幕应用程式，再将 YouTube 打开，就可以满版观看 YouTube 咯。在全萤幕的爽感上，当然也更高啦。而在显示效果上，整体来说绝对是前段班的表现。在色彩以及明暗对比的细节保留上，以同级价位看来还是相当不错。而在音效部分 ，Galaxy A8s 只有单喇叭，稍微可惜。在体验上，则是跟其他单喇叭机种差不多。不过系统内依旧保留了 Dolby Atmos 可以手动开启。简单来说 ，Galaxy A8s 所搭载的 O 极限全萤幕，虽然不是完全全面屏，但在目前的解决方案中，是最接近全面屏体验的一只手机。在系统整合上，也已经准备好了。镜
近期三星也不断的将一直以来表现都相当不错的自家相机技术下放。Samsung Galaxy A8S 后置搭载3颗镜头，由上到下，包括 f2.4 1000万画素的2倍光学望远镜头。f1.7 2400万画素的主镜头，以及 f2.2 500万画素的景深辅助镜头，在拍照模式上一样提供了自动、景深即时预览、专业以及能够辨识20种不同场景进行参数调整的智慧场景辨识。究竟效果如何？我们直接来看样张。这次我们选择跟 A8S 同为兄弟机种的 A9 作为对照组。第一组样张可以看到，两者的基本素质还是有小幅度的差异。A8S 的主镜头更广角一些，白平衡上 A9 稍微偏冷， A8S 偏暖。不过色彩还原上 A8S 的表现则是更接近实际场景，针对建筑物的立体感也更强烈一些。放大来看，也能看到 A8S 在细节保留上稍微略胜一筹。接下来这组样张一样可以看到，在白平衡上的些微差异。不过在 HDR 效果上，放大到前景树木细节以及走廊 ，A8S 在暗部的细节保留还是稍微更好一些。而若是在背光环境下 ，A8S 的 HDR 效果以同级来说，表现确实相当亮眼。不论是大楼或是相当明显的下方暗部 ，A8S 都能够保留更多的明暗细节。而接下来这组极度背光环境的照片，相信邦尼不用多说，除了清楚还原后景日落前的晚霞外，前景建筑的细节保留依旧亮眼。而接下来这组样张，则是邦尼团队拍了一整天，终于放晴的101，在白平衡部分依旧一冷一暖。不过放大来看，解析力依旧由 A8S 胜出，而在色彩部分 ，A8S 在调色上更为鲜艳一些，可以参考以下两组样张。而在2倍远焦镜头上，我们先来看1倍的照片，接着我们看2倍。放大来看，在2倍焦距下的 A8S 长焦镜头解析力依旧更好一些。而在夜拍部分，低光源环境下 ，f1.7 2400万画素的主镜头也会在辨识当下环境后，自动切换到像素合成模式，让整体画面更亮一些，也能够有更好的曝光控制。我们也来看实际样张。第一组样张可以看到，在白平衡上 A9 依旧偏冷 ，A8S 稍微偏暖。放大来看，即使是夜拍，A8S 的 HDR 表现跟高光抑制表现依旧抢眼，在色彩还原上也更为饱和一些。接下来这组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在色彩上 A8S 更吸眼球。放大到中央，不论是天桥或是中间的网状高光 ，A8S 在曝光上都更加充足 ，HDR 跟高光抑制表现都非常亮眼。在同一场景 ，Galaxy A8S 的表现已经可以算是前段班了。得益于夜拍中的像素合成，可以看到接下来两组样张，明明是在同一个场景 ，A8S 的夜间曝光都更高一些，在噪点控制上也更为突出。而在人像上，邦尼也提供几组景深样张给大家参考喽。整体来说 ，Galaxy A8S 几乎可以说是目前同级中日夜拍都更强劲的一只手机，不论在 HDR 效果或是明暗细节保留上都相当突出。也可以看到三星不断的将拍照技术下放到其他机种，让邦尼更加期待接下来三星在拍照上又有更多突破啦。而在自拍部分 ，Galaxy A8S 搭载2400万像素自拍镜头，一样支援景深预览。自拍必备的 AR 贴图，在选择上也相当多元。除了可以把特效放到脸上外，也可以直接侦测人脸变成你的虚拟人偶或是卡通图像。除此之外，内建的智慧美颜也只要一键就能够让你拍得美美。当然，如果你要细部微调也是可以的。而专业打工模式则是能够在低光源模式下辅助拍摄，让整体的画面曝光更均匀一些。以下也提供样张给大家参考喽。这组样张可以看到，其实功能还没开启前，我们家鲤鱼就已经不错阵啦。不过开启后，在肤色跟整体色彩上都会再更亮眼一些。下组样张则可以看到，即使在大背光环境中，后面的101依旧可以成功还原，前镜头的 HDR 效果也相当不错。
就在这边结束。我想这样的样张数量应该不太够吧。所以趁着大家期盼已久的鲤鱼终于回归，邦尼也就成全大家，样张大放送啦。不过更棒的是，如果以上拍的照片还是不满意，想要细微调整，Galaxy A8S 只要在相片右上角点选，就能够开启内建的专业照片编辑器。只要侦测到相片内是人像照片，就会出现人像模式让你调整。除了可以亮白肌肤、柔肌、瘦脸之外，也可以调整背景模糊程度跟修长你的美腿。整体来说，在把人拍得帅、拍得美这块 ，Galaxy A8S 不论是主镜头或自拍镜头都相当完整。系统效能部分 ，Samsung Galaxy A8S 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710，并且配置6GB 的 RAM、128GB 的 ROM， 在实际安兔兔跑分性能中达到164193分。简易的测试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。当然，更完整的测试内容一样可以到 Xponion.com 浏览到完整资讯。简单来说 ，Galaxy A8S 应付大部分的游戏还是可以顺顺的玩，传说对决没有问题，而崩坏3、荒野飙车9。则是稍微调整一下画质选项也能顺畅运行。而在续航力表现上 ，Galaxy A8S 搭载3400毫安时的电池，在 PCMark 电力测试中来到了11小时29分，基本上一天一充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生物辨识安全上一样拥有指纹以及2D 图像人脸辨识。人脸辨识在点亮萤幕后就会自动启动人脸辨识，辨识镜头旁边会出现小圆圈。在使用者互动上还蛮有趣的，而三星一直都很好用的双视窗，可以进行多工处理或是双重账号等等，在 Galaxy A8S 上一样都可以使用。Samsung Galaxy A8S 作为欧极限全萤幕的开路先锋，原本邦尼以为这会是一只换了萤幕的尝试机种。不过，当我们看到萤幕开孔的系统优化，完整度相当高，在规格上也配置了效能跟续航都还算足够日常使用的 Qualcomm Snapdragon 710加6GB 的 RAM， 续航则是搭载了3400毫安时的电池，在续航测试中表现相当不错，并且趁着三星沉淀许久的操作系统，在整体的系统体验还是相当好，甚至在拍照部分几乎可以说是同级中拍摄体验前段班的一只手机。我想 Samsung Galaxy A8S 不只是一只开路先锋，而是一只拥有足够效能、愉快体验、拍照不错的机种。如果你正锁定中高阶定位的手机，千万别错过 Galaxy A8S 哦！也顺便提醒大家，目前这款手机会由台湾大哥大独家销售。好啦，本期节目结束了，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Samsung Galaxy A8S 进行投票，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，你还想知道 A8S 的哪项功能，或想看的产品测试哦。对了，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，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、Instagram， 以及加入 Line@ 跟我们讨论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OK， 好像有点多了。准备好 ，Rolling，Action。还没完就准备好了。